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近日阿里巴巴内网的一篇帖子引发热议。钉钉的产研负责人袁安这是化名在离职的时候，在内网发表了一个长文，对阿里的这个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一个近万字的分析。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对这个帖子进行了回复。这本名叫袁安的阿里人是钉钉产品线团队的一个 P8 级别的中层管理人，在阿里已经干了15年。他说他离职是主动离职，因为想寻找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手里呢也有不少期权还没有兑现他就没有去熬期权。也就是说他自己第一不是被开除的，第二他认为钱呢在现阶段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还是放弃了不少东西离开阿里的。阿里巴巴是中国的互联网老大哥之一，那没错。20多年了，江湖地位一直很高，可以说不仅带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吧，也带动了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外界对阿里也一直非常的关注，而且我们社会大众呢也对阿里的工资一直非常的好奇。我就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阿里的薪资。它的基本工资是12个月，然后再加上1个月的额外工资，再加3个月的年终奖，合计是16薪。年底的奖金一般是0到6个月，但是90%的人呢可以拿到3个。通常应届毕业生加入阿里的时候呢，是从 P5 开始，所以 P5 呢也被称之为梦想开始的地方。对，应届毕业生的起薪大概是在月薪2万2，也就是说这是阿里的一个起始线，年底的奖金大概在3万左右。然后 P5 工作1到3年呢，可以升入 P6。社会招聘有经验的人一般一加入阿里巴巴就是从 P6 开始了。P6 的平均年薪大概是2万9千元，年终奖呢是3.4个月，约为10万元所以他们呢是基本上这个总薪酬大概在40到50万之间。然后 P6 的时候呢是没有股票的。袁安他也提到这个杭州的丈母娘特别喜欢找阿里巴巴的女婿，这也能看出来，因为阿里人基本上你看本科毕业3年，大概年收入就有40-50万，真的是相当高了。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了。再往上就是 P7 了 ，P7 的平均月薪呢大概是4万元人民币每个月，年终奖呢同样是约等于3.4个月年终奖大概是14万元。这个时候P7 就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有股票了，但是由于各个子公司的股票和期权的数量不同，他们的这个股票期权呢，我们就给大家仅做一个参考吧。就是说 P7 大部分人他的这个薪水大概是能够到达60到70万每年，再加上股票收入大概是一个18万的区间，所以总薪酬已经能够达到80到100万人民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入了再往上就是 P8 呢就属于基层管理层了，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人公袁安他所在的级别。P8 级别的薪酬也是相当的可观。员工通常享有更多元化的奖励机制，例如更高的年终奖更丰厚的股票激励以及一系列其他的福利。P8 的月薪大概在5万2千元左右，年终奖呢约等于5.2个月的这个月薪，大概就是27万元，相当不错呀。对，而且绝大部分 P8 都是享有公司股票的，所以 P8 它这个年薪的中位数大概加上股票的话，能够到达150万人民币，高的可以到180万到200万人民币，这也就是我们袁安它这个年收入的大概的情况。感谢小王的详细数据最新这个哥们儿发了一个视频。其实我客观认为这哥们儿其中离职的原因一部分可能是他觉得钱没那么重要，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他拿了新西兰的绿卡，那就有可能有移民监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去待几年才能保住绿卡的这个阶段了。一般来说，这个绿卡他5年要待满2年，如果他要长期在中国待着，可能就会失效了。我们说回他这个帖子。这个帖子里面袁安表示，阿里巴巴的辉煌来自于时代机遇、马云的战略眼光、价值观凝聚以及良好的制度保障等等。但从2017年起，他就逐渐感受到阿里的疲态。在他看来，互联网整体首先是增长放缓，阿里外部收购业务又大多失败，内部创新又少有成功的，这些都让阿里巴巴失去了高速增长的活力。他就提到，无论是阿里收购的或者投资的或者过去的老业务，包括什么口碑、饿了么、单车、支付宝、音乐、视频、东南亚电商等等在纳入阿里体系后都失去了行业龙头的地位。阿里对银泰、大润发的收购也以亏损收场。他认为这么多年阿里收购并成功运营的似乎只有高德和 UC， 在集团内部离开电商主营业务扶持而独立成长的创新业务也相对稀缺。现在看好像也就夸克还有点机会，那许多行业市场机会仍在，但是阿里就难以把握。
袁安总结了自己他所观察到的阿里在人财事儿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迷信外部一些新兴行业或者公司的所谓人才，新人的阿里味儿不足，在恶性的绩效竞争和激励机制失灵这个情况下，员工的这个合作成本大幅上升，真正做事的人少，就内部的这种协同作战的这种机会也越来越少，也不那么团结了。内部员工的级别也在通胀，啥意思呢？就是人人都是总大家这个奖惩也不明，以及员工普遍存在这个短期主义思想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公司层面的战略不清、既要又要，运营数据带来的虚假繁荣以及官僚主义的盛行，这都是问题。他认为这阿里要回归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在一起做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的这种初心，要重整文化建设，强调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战略清晰、激情敬业等。要重整 HR 体系，改革管理体制，清理草台中高层，统一职级公开标准，绩效晋升公式包括精简停掉多余的业务，弱化运营的泡沫，回归求真精神等等同时他还祝愿这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希望阿里能把握住这个时代机遇。可以说这篇洋洋洒洒的万字长文，既饱含了对阿里的深情，也把阿里批评的是体无完肤因为这篇帖子在阿里内网的这个热度很大，很快马云就关注到这篇帖子，而且是马云非常罕见的回复，以前马云都不会亲自下场的。没错，第一次听见马云在回复内网的一篇长文，他说这个好像人的成长，阿里的发展也有很多必然要走的路和过程，阿里巴巴在发生变化之中，祝福你，也希望经常回来看看。就像你刚才说嘛，一般大的老板他不会轻易去回复一篇内网的帖子。这么多年，咱们就是听马云回复了这么一篇，估计主要领导肯定就在琢磨这马云在怎么想这件事儿同时肯定对这个袁安同学非常愤怒，而且不止这钉钉这个团队，包括整个阿里集团的领导层估计现在都有点心神不安。对，因为首先你确定无疑的一点是，马云对这个管理层团队的几位关键领导，现在咱不能说他一定就因为这封信就不满了，但肯定已经产生一些怀疑或者心存芥蒂，对吧？就没那么信任，就会抱有这个我要观察你的态度了。而且这家公司那就是非常忌讳的。马云虽然对蚂蚁集团现在不说已经失去控制了吗？但是阿里马云应该还是牢不可破的一个精神领袖，仍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尤其在人事任命方面，他虽然已经不是 CEO， 也不是集团董事长了但马云一句话确实可以直接任命一个高管，一个非常他认为优秀的人就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马云一句话就可以。同样一句话，他也可以让一个高管失去他重要的职位。有句老话讲嘛，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不管怎么说这个袁安他确实肯定得罪了包括钉钉管理团队甚至阿里高层的这些领导，那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篇帖子因为它虽然是发在内网嘛，但是迅速就被转到外网去了，而且引起的反响还非常大，也上了微博的热搜。就算他不上外网，在内网引起这个反响已经足够让他成为这个阿里集团管理层这个非常恼火的一个由头了。你想这种批评的话，马云和蔡崇信等等，那只有阿里集团的这些地位牢不可破的这种超级大佬可以说。我就可以这么讲嘛，就是现在仍在阿里的18罗汉，他都不敢这么在内网发长文这么去轻易说的，那影响太大，范围太广，往往是不可控的。你看这么多年，你听到任何的18罗汉包括在阿里任职的或者辞职的，有这么跳出来这么说话的吗？他们是看不到问题吗？不可能，他们的信息量更大。那18罗汉他们往往也就只能说一说他们的下属，而且也都不会发长文在内网去说，因为这种方式既容易落人口实，又容易被广泛传播，甚至引发误读。所以就包括你看大的企业，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长文。这种发长文的方式，只有就是我刚才讲马云、蔡崇信这种人，包括这个一些公司的创始人，你也可以去发，包括原来的老大张勇，你去讲一讲，发一发，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原来你发这个长文，确实他肯定是得罪了一大批人我们之后就看到这个发文的袁安，他在网上就发了一个视频来找补嘛。他强调，第一这是在内网发的，不希望其他人过分解读；第二，表达这个发文的初心，那是为了阿里更好就是我热爱阿里，我希望你好，我才批评你。但是其实说这些对这个马云来说是有用的，但是对这个管理层来说肯定是没用的。这些人该恨他还是恨他。当然了，他也无所谓了，已经自由自在了嘛。也是祝福这个袁安在未来的新西兰远离江湖，在离开那一刻呢，你现在也终于留下了自己的一些故事，未尝也不是另外一种的快意恩仇
那这个人为什么要在离职之后写这么一篇文章哈？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个啊，他就真的是感情对阿里是比较深的。如果你感情不深啊，你就像两个人他离婚了，肯定是希望赶紧走得远远的，是吧？一句话都不想说。那他还说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多精力啊，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有割舍不下的这种感情和他不吐不快的那种心意。在这种感情和心意的基础之上，他就把这个过去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看不惯的事儿，他就要一股脑的倒出来。另一方面呢，他肯定是希望阿里最起码呀不要变得更差。在发帖之前，他肯定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基层管理者发这么一篇文章，不可能改变阿里的这个大公司的这种惯性，但或许他心里还尚存那么一点希望，希望呢能激起一点水花，能让阿里变回他心目中的那个阿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希望。幸运的是，马云居然回复他了。也许吧，阿里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啊，我不看好阿里会有大的变化。我后面会讲哈，为什么？因为它原文比较长，我就不念了。那视频的结尾，我会给大家滚动去播放这个帖子哈。重点我就想解读一下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几段。首先就是它这个长文里面用了几个词，你看，阿里曾经的文化，15年前的阿里。没有感受过15年前的阿里味儿，请不要否定我们，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事儿。你看这些话，显然是对2015年前的这个阿里是肯定的，以及2015年之后阿里的否定。那2015年左右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答案啊，我觉得就是黄峥的拼多多，这个是为核心的。虽然阿里一直有了长期的来自于京东的竞争哈，但这两者呢已经形成了差异化。京东走高品质，阿里走品类全，价格低，可以说各有各的赛道，各有各的精彩。那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对，但是有点井水不犯河水。就我之前的话，采购一般也有交集，不能说完全不搭界，但是冲突没那么大。就一般买家电啊、3C 产品会在京东上，因为感觉质量有保证嘛，而且送货非常的快，退货也非常的方便。然后买一些小东西啊、零食啊、衣服啊什么的，就可以上天猫，然后走阿里。对，但是后来你看。拼多多横空出世，准确的说是从2018年开始火起来，就搅乱了整个阿里的商业策略，疯狂的低价和拉新，疯狂抢占阿里这个市场份额。如果要是把电商划分为大致的3个层级来看的话，京东属于偏高端，阿里属于中端，拼多多走的就是低端。那么拼多多要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一开始肯定是和那个差距比较远的高端，他们不会形成太大威胁。它撕扯的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淘宝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中端的。离它最近的，可以说这个淘宝当时应该是非常惶恐的，也立刻就出台了很多类似于拼单这些策略。不过拼多多这个烧钱补贴以及低价策略实在是过于凶狠，而且作为一个新的平台，它对于商家来说也会有新的机会。很多人也抱怨这个阿里嘛，费用收得越来越高。所以很多商家也就投靠了拼多多，那对整个电商市场就是被拼多多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然后拼多多就咬下了一块大肥肉。到现在为止，拼多多的市值之高，真的是开始我都没有预料到的。对，而且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就觉得这个电商市场基本上已经被京东和阿里就是分割完了，2分天下，就没有想到在这里面还能再厮杀出一个拼多多。对，而且在拼多多之前，其实腾讯也尝试了很久，这个电商都是做不起来。你想腾讯那么有钱都做不起来，谁能想到拼多多能做起来？这我们就不具体展开谈了哈。但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如果阿里再按照以前的情怀和理想路线去走的话，现在估计已经是日落西山、风烛残年了。所以阿里可以说是被拼多多叠加中国整体经济下滑的这么大背景之下，裹挟着变成了今天的阿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根因，否则呀，阿里是绝对现在可能是活不下去了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阿里变成这样，我觉得是一种必然，而不是说情怀还有理想化就能解决的问题。然后袁安还提到这个阿里曾经美好的文化，你看曾经这2个字儿，就曾经美好这个词儿就其实挺狠的。这曾经美好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现在不好呗，或现已不在，这不就是打现任管理层的脸吗？这我一点不怀疑马云的情怀，因为你想做到马云这个份上，他肯定是有情怀的，就他已经啥都有了，唯一想做的事儿就是让世界多留下点美好。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世界，对有钱人那是最友好的。社会越美好，有钱人就越舒服，就越安全。所以马云的友好和情怀肯定是真诚的，这点不用怀疑。然后袁安他又提到一点，他觉得阿里之前为什么辉煌有4点要素嘛，就是时代趋势、马云眼光、价值观和制度保障。那其实我觉得这4个核心要素，其实最核心就是马云的眼光，就是因为马云
他看到了这个时代的趋势，他看到了这个价值观，包括从淘宝到支付宝、阿里云的一系列决策，基本都是马云在拍板，甚至阿里云还是马云力排众议，一再坚持才最终做起来。也正是马云他自己有比较浓厚的这个江湖气，又喜欢金庸的小说，所以阿里也形成了一个以花名为代表的独特的企业文化，阿里味儿非常浓厚。这一切的核心基础其实还真就是马云。最早期的你看这些电商互联网企业，谁能做起来，最后谁又消失了，那真的就是核心创始人的眼光和个人魅力。你看啊，在拼多多之前，电商领域两股独大的就是京东和阿里，这两位创始人都是如此。其他有无数的电商也在这个赛道里，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叫一国一小时的，还有新蛋网，其实就是当时一国一小时就是京东的闪送概念，1小时内送达，还有8848，还有陈年的凡客诚品也都是风靡一时，最后呢又都沉沙折戟。这些公司其实一度都不缺钱，不缺团队，但最后就是搞不过阿里和京东。其实核心还是创始人的决策，还要选对管理层，这个选对人，从而拥有强大的落地能力。说到这个本质，那其实还是柳传志那3句话：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是吧？柳传志和联想争议比较多，本期我们不展开讨论，但他这9个字儿对大部分企业来说还真就是管理的灵魂，所以做过投资的人都非常清楚，那一个企业的最核心就是创始人，他就是最关键的。这9个字儿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创始人展开的，缺乏眼光和前瞻性，你就定不好战略，对吧？没有令人信服的个人魅力，就没有办法来搭班子带队伍。但是如果有一个像马云、刘强东这样的一个顶级创始人，只要钱到位，一切顺水推舟，是吧？这也是为什么创投公司最关注的就是创始人和创始团队，尤其是那个核心的创始人。而阿里现在之所以在电商赛道上渐渐有落伍的感觉，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早期的这些创始人被证明过的核心创始人已经都逐渐淡出了管理岗位，换了又一个的这个接班人，都不尽如人意，而仍旧在不断发展的美团和京东，你看王兴和刘强东还在第一线，所以这2个公司现在还比较稳定而且还在不断的爬坡过程中。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说那真的是企业的老大是什么风格，高层就是啥风格。同样的，那中层和基层也会传导下来就是什么风格。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文化必然会随着这个老大的更迭而变更无论是企业还是政治都是如此的。哪怕你再有底蕴都没有用，这个变化非常快，因为人他绝大部分都是墙头草，不能成为墙头草适应这个变化的，那不是被铲除了就是活不下去。比如你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看民国的时候不经常出大师吗？对吧？那个时候高校的环境是比较宽松的，你再看看现在的高校，是吧？那其他顶尖的高校这种氛围的变化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个阿里员工袁安的这个长文，他真是一竿子捅到顶了。他说的所有问题的本质都直指阿里的这个管理层，而且是指向了最顶级、最顶层那个管理层那就是说，马云不回来，这些问题也很难解决呀。后面我会详细讲一讲，我觉得他回来也解决不了。尤其就他指出了就是令他非常痛心的阿里的大部分的收购，除了这个 UC 和高德之外，基本上可以说收购之后都是运营失败的。核心就在于阿里的这个长期主义不在了，已经是不再有定力了团队总想要短期的兴奋剂，团队的协同作战也已经失效了，内部的创新几乎是一潭死水。除了夸克现在看到一些希望之外，其余的市场机会都抓不住。之后他也指出了让一些老员工非常不爽的事儿比如这个非常直接的就是在人和财方面的分配。对于一些市场上新的团队，阿里收购来之后就招募过来之后，就许给一个很高的职位和很高的薪酬包，这让很多老阿里人感到非常不公平或者不服气，因为他们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团队其实他也不一定怎么样，不是说能力有多强，只不过可能恰好就踩到了一个风口，找到了一个机会，获得了一个短期的快速增长，他们是德不配位，不配拥有这样的收入和职位的。而且这些空降的中层还非常容易拉帮结派形成派系，把阿里的这个文化是越搞越糟。后面他又谈到这个绩效问题和奖惩不公平的问题，这其实也是短期主义的一部分的结果总之，最后他总结这些人才事儿问题的核心的原因就是现在的阿里文化已经摒弃了他们之前那句口号，就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在一起做有价值的事情这个事儿这个口号是挺有理想主义和情怀的，但是其实在当年也非常有市场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做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尤其是有价值的事儿那必然做好了就会有比较好的回报，那阿里不就是这样就这么做起来的。
在做事情的同时呢，又贯彻了什么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是吧？这著名的阿里的口号，所以阿里成功了。那现在呢，袁安认为啊，现在阿里已经从制度失灵到价值观丧失，最后战略不明。现在的阿里只有 KPI， 已经没有了使命感。说到这儿，我就要谈一谈哈。那你说一个公司做到阿里这样的规模，你要大部分的员工还仍旧有使命感，这几乎就是一句空谈。阿里巴巴现在的员工总数大约是20万人，你看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员工，从任职年限方面，我们大概可以划分为3大类人群。第一大类啊，就是极其早期的这个创始类的老员工；第二类呢，就是半途加入的老员工，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混到高级管理层，那这部分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第三类就是近几年加入的比较新的员工。这3类人群，他们各自的诉求是不同的，经济状况也完全不一样。你看，第一类创始类老员工，即使你不是18罗汉，也早早就财富自由了。现在有的还在掌权，有的是没权。你让这些已经财富自由的没有权的人去操那些有权的人的心，那是不可能的。那仍旧在掌权的这些创始老员工，他们应该是最有可能有情怀，要保留阿里价值观的。但是在面临拼多多这样的来势汹汹的野蛮生长的企业来说，他不搞出狼性文化，那肯定活不下去啊。那搞狼性文化，那你说怎么去衡量员工的投入和产出？因为这个员工体量太大，员工太多了，我不能说啊，我现在可能我就管理一个200人团队，我信任你，我看你不错啊。你以前可以用这种模糊的指标来管理，那现在这么多员工，你怎么去衡量，怎么管理？必须得有一个衡量指标吧，必须得有 KPI， 否则的话，其他员工也不服气啊，凭什么他赚得多，凭什么他升职了？那员工自己也没谱啊，就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到底是啥呀？所以什么叫做好了，什么叫没做好？所以这个 KPI 非常重要，这就是高层管理者和原来这些像袁安这样的中途加入的老员工有偏理想主义者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认知和信息差。就说现在掌权的这些人吧，他也想拥有这个阿里创始时期的那种价值观或者那种团队的氛围，是吧？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以及团队规模，让这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第二类半途加入的非高管老员工，基本已经实现了初步的财务自由啊，就袁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当然希望公司更好，赚更多的钱，这样他们自己也会有更好的薪酬。那管理方面也希望更人性化一点，在长期主义方面多发力，弱化一些 KPI。而由于他们又没有感受到来自于财报的压力，他们主要就是一个执行者的决策。他们和制定现在阿里各种制度的顶层管理者还是有这个信息和责任方面的差异的。而这个群体随着年龄的增大，你看他会慢慢放下刚加入阿里时候那种激情哈。会有一部分人会摸鱼过日子了哈，会有一部分人又觉得自己本来你看我应该承担更高的职位，但我有点怀才不遇啊，现在还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职位。还有一部分人呢，本来他就是混日子，就庸庸碌碌的，那这批人慢慢那就更加以过日子为主。反正这个阿里的收入待遇又非常高嘛，所以这一批人大部分人都会激情消退。再看看这个最底层的刚入职没有多少年的这些偏新的员工，野心勃勃的，肯定就是要以 KPI 为导向，要向上爬呀，对吧？那价值观肯定跟他没啥太大关系，就是要绩效。那能力水平一般的，没有那么大野心的，就想好好过日子这一批，那现在股票也不会发那么多了，你说暴富机会也几乎没有了，那你说让他有啥价值观？那价值观跟他又有啥关系？一个团队最有可能拥有一致价值观的时期，就是早期的创始时期，人人都有股票，公司做大了，人人都有暴富的机会，那个时候是最有凝聚力的，价值观是最容易统一的。所以分析完这些，我觉得很显然，就袁安说的都对，但是它是正确但无法执行的。这就是企业大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嘛。那对于阿里这样的20万人的企业来说，每个阶段入职的人的环境不同，诉求不一样，你想把这么多年龄层次、收入水平、经济状况，包括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同的人拧成完全一样的一股绳，拥有同样的或者咱就说类似的同样的价值观哈，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有可能优化的一个方向，就是把团队你进一步的打散，形成一些更为松散的、有创始人味道的、更加独立运营的这种产品的团队。当然，这也会带来相应的其他问题，尤其是对于集团的核心管理层来说，更加不可控，集团走向也更加不可预测了。那资本市场最怕的就是不可预测的未来，那阿里的股价估计也会大跌一下。那有没有相对来说更为完美一点的解决方案呢？我认为唯一相对最靠谱的就是要确认好怎么去选拔中层和这个高层干部的这个标准，把中高层的管理者要投入最大的精力
挑选出最符合阿里文化和价值观的人，而且要给符合这些文化和价值观的有能力的年轻人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再次激活整个团队。所以说到底啊，还是人的问题啊。于安因为他自己发长文引发了这么大的讨论热度，势必呢也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很快就发了一个短视频。我想他应该就有那么2个目的，一个啊就是他真的要做自媒体，扩大影响力了，是吧？第二就是要向阿里和管理层表态啊，我仍旧爱阿里，我的初衷批评是因为我的热爱。我觉得确实应该对阿里热爱并且感恩，毕竟是阿里的老员工嘛，这么多年在阿里，然后也伴随着阿里的成长，他自己进步的也非常的大，然后也实现了这个初步的财务积累吧。可以说他现在人生的自由就是阿里给他的。对，你想他去新西兰移民，那不管你是走投资移民也好，还是技术移民也好，肯定都是需要阿里这个背景的。他最后的这段感言啊，我觉得这哥们儿还是挺通透的，基本上已经到了开悟的阶段。他深刻理解啊，人生就是一段历程，那要享受中间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就放弃了阿里的一些期权啊，没有继续熬期权，而是选择奔赴新西兰，开启新的人生。我相信这么一个通透的理科生，未来应该会有一个更有趣的人生。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其实这个原案跟咱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哈，一定要把这个人生这个厚度增加，过一个更为有趣的人生，要充分利用人生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那今天做完这期节目，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让咱们的人生过得更有趣一点？开频道不就是吗？可以认识新朋友，然后和朋友们畅谈你想表达的。但是有一点啊，这做节目做视频还真的是挺累的。